从前福宝出生的时候，江爷爷就直言像是拥有了全世界。现在闺女爱宝一下子生下2个宝宝，江爷爷则是收获了双倍幸福。 후보때는 한 마리가 태어났었는데 지금은 2마리가 태어나서 아마 기쁨도 행복도 2배가 되지 않을까라는 생각이 들고요. 저도 한 마리가 태어났을 때보다 쌍둥이가 태어나니까 정말 감격스럽습니다. 江宝迫不及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乐宝，而听到幼崽啼哭声的他似乎早有预料，激动地爬到栅栏上想要出去看看。 아이바오 출산 소식을 듣고 지금 살짝 긴장했어요. 애기들 음수를 듣고 살짝 긴장해서 진행하는 건가요? 然后他又来到福宝房间，告诉小家伙当姐姐了。福猪猪一脸天真，似乎也听懂了爷爷说的话。 후보, 동생이 태어났어. 응? 후보 동생이 태어났다고. 응? 엄마 쌍둥이 낳았어. 축하한다고 보내줘요. 可以说，自从闺女生了双胞胎后，江宝的嘴角就一直上扬，而宋宝也是笑得比谁都灿烂。这下宝家族也更加热闹了。女版萌兰秦韵的熊声有多快乐？作为熊猫界的又一整活高手，秦韵的表演从不会让粉丝们失望。只见她四仰八叉往草地上一躺，顺着斜坡滑下去，整个过程纵享丝滑。见过大熊猫玩滑滑梯的，但自嗨是滑草的还是头一次。 不得不说，秦韵出圈的方式总是千奇百怪。从前的她整天装残疾博取游客同情，成功骗到对方后，还会开心笑出洋相。俗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秦韵没事的时候，总在没人的角落偷偷练习装瘸技能。这届奥斯卡影后没她都说不过去。有网友辣评，秦韵和司汤圆简直就是熊猫界的卧龙凤雏，一个装腿瘸博取同情，一个 cos 待产母猫骗取盆盆奶。当看到隔壁的佳佳过生日有西瓜时，想吃的秦韵又开始了卖惨。只见她整只熊趴在铁网上望眼欲穿，馋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奶爸哭笑不得，最后真给秦韵2块西瓜。而当喝完盆盆奶的秦韵还想要时，只见她可怜巴巴地望着奶爸，然后把盆放在地上，一溜烟跑到草坪。猫猫碎碎躲在内看奶爸有没有给自己装满。除了装瘸卖惨，秦韵还经常装聋。这天奶爸喊正在泡澡的他回家，秦韵明明听见了，还回头看了一眼。 谁料不想回去的他装没听到，小手还漫不经心地扒拉水掩饰尴尬。过了一会，还以为秦华起身要回去，没曾想他只是换了个位置，并且秦韵一刻都不闲着，就算是泡个澡也得打泡太极拳。全是什么叫黑毛浮绿水，熊掌拨清波。秦韵的妈妈正是大熊猫永远，也就是7载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小时候的秦韵和妈妈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因为喜欢把自己装进竹筐里，秦韵还上过央视新闻。 只见他一个抱摔，把竹筐放在斜坡上，然后突发奇想把自己装到了筐里，谁料下一秒竟连熊带筐滚了下去。看来秦韵的整活之魂从小就体现了。而跟秦韵同一年出生的熊猫宝宝，还有秦秀、齐美、秦华，寓意中华祖脉大美，秦岭东南玉秀活宝萌育。其中秦华又叫小口罩，是巧克力熊7仔和猪猪的儿子。只能说7仔虽然一直没得到拥有，但他的好大儿却和拥有女儿成为了青梅竹马。这是熊猫新雅照顾孩子的画面。 奶爸陪在一旁，轻轻抚摸着宝宝。新雅妈妈并没有抗拒，一直温柔地舔着对方的胳膊，而奶爸也没有抽出手任由她舔。可见双方对彼此该有多么信任。新雅牢牢抱着怀中的孩子，迟迟不肯放开手，然后低头舔了舔奶爸，示意对方不要拿走宝宝。要知道，动物舔人类是在表达自己对他的喜欢和信任。因为奶爸的长期照顾，新雅当然放心对方。看到奶爸一直在抚摸怀里的崽崽。 新雅抬了抬，又望着奶爸，似乎在说：“相信我能照顾好宝宝。”见奶爸不撒手，新雅又去舔他。其实奶爸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心疼刚生产完的新雅妈妈。随后，奶爸看到新雅抱娃的姿势不正确，不舒服的小家伙一直在嗷嗷大叫。初次带孩子没经验的新雅没意识到，只是抬头又望了望奶爸。奶爸满脸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安慰道：“放心，我不拿走你的宝宝。” 听到对方这么说后，新雅平静了许多，然后靠在栏杆上准备休息一会。不放心的奶爸看了眼他怀里的宝宝，伸手感受了一下小家伙的呼吸，又紧挨着新雅，让熊猫妈妈感受到自己的陪伴。此时仔仔安静的睡着了，新雅没听到孩子的叫声，赶紧低头查看，看到小家伙睡得正香，这才放心。其实动物的母性远比想象中还要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新雅，很明显有些累了。她眨了眨眼，感觉下一秒就要睡着了。 新雅强撑着抬起头，但手还是不自觉地从宝宝身上滑落下来。奶爸注意到后，温柔地提起她的手，示意新雅抱紧孩子，不要让仔仔掉下来。可奶爸刚松手，他又放开了。新雅眼巴巴地一直望着对方，好像在说：“奶爸，我好困。”奶爸则是看着新雅，似乎在回应他：“放心睡吧，我会帮你照看宝宝。”只见新雅妈妈依靠着墙壁，大口喘着粗气，望着奶爸的方向，安心的休息。怀里的小家伙感受着妈妈的呼吸，睡得格外香甜。奶爸则在一旁静静地陪着他们。如此温馨的一幕，让人感叹岁月静好。当得知福宝回国后将住在避风峡，网友彻底坐不住了。
据悉，按照中韩协议，明年7月份福宝将被送回国，并且是回到妈妈爱宝户口所在地避风峡。不少网友听到这一消息，纷纷担心福宝将来的处境。毕竟福宝的妈妈爱宝当初在避风峡基地的遭遇就让人心疼不已。众所周知，爱宝童年时期有段不美好的经历。一次，他兴冲冲地朝饲养员走去，没曾想就被对方直接打了一巴掌，爱宝顿时被吓得缩成一团。也正因如此，小时候的他非常敏感胆小，但幸好爱宝遇到了最好的江奶爸。虽然初次见到对方时，爱宝并不信任他。 주변에 민감하게 퇴치를 하고 위험한 상황에서 즉흥 피하려고 조심스럽게 행동을 하는 것 같거든요. 와니. 그러니까 지금 위험을 느끼고 경계를 하고 있다는 얘긴데 게다가 왜 그래 거친 숨소리를 내며 갑자기 과격한 행동을 보이는 아이바오 但好在江奶爸用爱打动了爱宝。初到韩国的爱宝面对陌生的环境依然很胆小，他会把竹子拖到安全的地方去试。当发现门被关上后还会生闷气，江奶爸看到后十分心疼。为了取得爱宝的信任，于是开始了寸步不离的守护。爱宝晚上会瞪大双眼不睡觉，十分警惕。在外面打地铺的江奶爸安慰他不要害怕。 아이바오, 푹 자. 让人意外的是，爱宝竟听懂了。他起身来到对方身边，隔着玻璃和江奶爸击掌回应。每天江奶爸都会陪爱宝一起吃饭，努力为她创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知道小女孩爱宝喜欢花，江奶爸就为她打造了整个花园。为了保持熊猫冬季的正常活动量，江奶爸直接给她打造了一个雪场，而爱宝也开始和江奶爸双向奔赴。 아이바오. 2020年，爱宝怀上了小福宝。生产前夕，担心的江奶爸彻夜守候；坐月子期间，他更是寸步不离的照顾。如今，爱宝怀上了2胎，不放心的江爷爷和宋爷爷会半夜来到兽舍查看他的睡眠状态。而除了用心照顾爱宝外，2位爷爷还努力给了福宝一个幸福的童年。真担心小家伙回到避风峡后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不过，最近也传出了一个好消息，据悉北京的熊猫公园已全面启动建设，建成后将会引进50只大熊猫，并且官方配图用的还是福宝的照片。 看来明年小家伙回国后有希望落户北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想必远在韩国的江爷爷和妈妈爱宝也能放心了。于可于爱的洗澡画风差距能有多大？给于爱洗澡，小家伙主打逃跑，2个半人负责按，半个人负责洗。网友辣评：这场景太像杀猪的，能看出于爱真的是用尽全力生胖气，一直在咬馆长和饲养员。好好的国宝愣是给气成了松狮。然而于爱在这边和奶爸斗智斗勇，哥哥于可却在后面啃着美味的竹子，悠哉悠哉的吃瓜。最后洗完澡的于爱还在生气，追着刚才使劲按自己的馆长满院子跑，让他刚安稳了半个月，于爱又被馆长和奶妈抓来洗白白了。为了洗干净，这次还用上沐浴露，可刚抹上于爱就更生气，气得骂骂咧咧，甚至都狗叫了出来。心想光天化日下给本少女洗澡，到底还有没有完肤？能看出她真的全身都在烫着。于可和上次一样，全程当吃瓜群众，在后面开心的玩起了小板凳。最后好不容易逃脱魔爪的于爱赶紧溜了，没曾想馆长竟拿着水管过来伺候，气不打一出来的于爱立马从树上下来要找对方报仇，结果竟被妈宝小熊于可哥哥给按住了。等到于可洗澡时，于爱也当起了吃瓜群众，并且还找了个绝佳的观赏位置。虽然于可没有那么生气，但也不想被妹妹看热闹，小手一直示意馆长也给于爱洗洗。知道对方忙着没空搭理自己，小爱满脸得意，仿佛在说就不洗，然后他还故意探了探头，看看哥哥于可的洗澡进程，真是气死熊不偿命。然而谁能想到奶爸奶妈正常给大熊猫洗澡，却被某些网友举报此举是为了取悦游客。对此，重庆动物园亲自下场解释，表示因为前几天下雨，于可于爱的屁股处沾了很多脏东西，并且毛都打结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很有可能滋生小虫。最后在兽医的建议下，还选择用大熊猫专用的沐浴露给于可于爱只洗了屁股那部分，并且还补充到2小只，现在还比较小，刚开始接触洗澡，所以才不太配合。如今适应的于可已经洗澡洗上瘾了。这天馆长给他洗完冲凉时，他直接从对方手里抢过水管自己洗。不过虽然于爱还没适应洗澡，但最近小家伙可是迷上了泡澡，并且对奶妈给的小黄鸭爱不释手，每次抱着它都能在水池里泡好久。只希望那些圣母心泛滥的网友不要随便质疑真正爱大熊猫的饲养员。你见过一盆熊猫吗？大熊猫振声算是把玩具玩明白了。要知道三太子萌兰也有一个盆盆玩具，不仅能浇树当水杯，天气太热的时候还能充当遮阳帽，甚至还被萌儿当成越狱的作案工具。但振声却让网友看到了与众不同的玩法，谁能想到他竟把自己装到了盆盆，感觉他已经把盆当摇篮床用了。不得不说振声是懂发明的。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好可爱，想打包带走，并且振声玩滑滑梯主打一个别出心裁，别的小熊都是乖乖坐好从高处滑下来，振声偏要倒退着从滑梯上走下来。众所周知，振声是指地道养生熊，经常在树上打坐冥想，有时还会来个高难度的倒挂金钩4口熊声，主打一个修身养性，真正诠释了做熊就要心平气和。
并且郑生还学三太子萌兰健身，轻轻松松就能来一组平板支撑。咱就是说，郑生你可是女熊啊，这么帅还给不给男熊留活路？网友看到这一幕直接辣屏，难不成功夫熊猫要拍第3部了？郑生真是敬业，还没开机就提前进入角色。还有网友表示怎么看都像园长扮的，为了动物园的 KPI 真是辛苦。此外，大熊猫郑生还长了一张明星脸，前段时间就因撞脸冯巩火出圈。大熊猫郑生还是只喜欢听八卦的熊熊。这天正在吃竹子的他，突然停下偷听饲养员的谈话内容。角度调一下，哪个角度调一下？这角度还要怎么调啊？就靠它这个架子蹬在地上已经最近了，这还怎么调啊？一个我的再拿在手上，这个架子蹬在地上，听啥呢？你别听我说话，听你的。听了半天，感觉和自己没什么关系。郑生又开始大快朵颐吃起手中的竹子。不仅如此，郑生还非常听奶妈的话。当口渴的他想喝沟里的水时，奶妈发现后及时制止，并告诉郑生楼上有水可以喝。这个水不喝啊，要喝就喝那边的啊，这里水不喝啊，这个水不喝啊，要喝就喝那边的水啊，楼上也有水。听懂的他真的乖乖上楼喝水去了，但在奶爸面前，郑生可就没那么听话。这天想出去玩的他一直守在门口，但奶爸非要郑生先吃饭。郑生，乖乖，奶爸馍馍吃了，乖乖。郑生啊，郑生啊，奶爸馍馍吃了，乖乖。最后看到对方都快急哭了，于心不忍的郑生这才过去吃饭。此外，郑生是一刻都闲不住，奶妈一个没看住他就爬到了窗台，感觉他能和萌兰 PK 一下越狱技能。而郑生的撒娇兔子舞加咬手手，可爱的小模样萌化了大批猫粉。如此可盐可甜的郑生，网友爱了吗？今天上午北洞更新了丫丫的最新动态，和以往一样，丫丫还是待在自己的院子里。外场除了准备了很多冰块降温外，喷雾设施也开启了。只见鸭宝从竹筐里取出冰镇超大号笋笋，然后开始大快朵颐。从这清脆的声音就能感受到肯定嘎嘎香。无数网友看到这一幕有些泪目，要是乐乐还在的话，一定和现在的丫丫一样，每天有着吃不完的新鲜竹子和超大笋笋，在众多奶爸有爱的照顾下，度过一个美好幸福的晚年。只可惜乐乐没能活着等到回国的那一天。从5月28日丫丫从上海回到北洞，官方一共更新了7则有关她的视频，能看出丫丫的生活质量一直在线。尽管当时到北洞时已是深夜，李奶爸去机场迎接丫丫时，还是贴心准备了新鲜竹子。回到北洞后，奶爸又给他洗干净超大竹笋当做加餐，而在竹海里的丫丫则是笑成了表情包。6月6号，北洞更新了丫丫在外场的视频，只见长公主院里随处可见新鲜的竹子，咱们的丫丫从竹子堆中钻出来，挑选出一根坐在草地上大快朵颐。此时能看出她的皮肤并明显有所好转，屁股和后背长出了很多小绒毛。14号吃播鸭正式上线了，只见丫丫半躺在草坪上，大口大口啃着美味多汁的竹笋，能看出现在的她长胖了不少，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板了，并且丫丫的2只耳朵还变成了炸毛耳。21号，丫丫又用美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这次她还学会了找镜头，双眼炯炯有神的盯着。除了拥有萌兰同款大红盆后，奶爸还给丫丫安排了铁秋千。29号，长公主又解锁了新玩具，也就是胖大海熬夜编的鸡笼。虽然这时的丫丫明显胖了不少，但她还是能很灵活爬上了木架。时隔1个星期后，奶爸给丫丫安排了凉席冰块，还有新的丰绒玩具小藤球。如今丫丫和在孟菲斯的状态简直有着天差地别。回到家的鸭宝不仅长胖了几十斤，毛发变得油光水滑，就连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果然自己的孩子还是得自己宠。8月23日，丫丫将迎来23岁生日，到时候北洞肯定会相当热闹。只希望长公主一直要健康快乐下去。当看见福宝贴心给没胃口的妈妈剥笋，才知道从前的混世小魔王终于长大。这天将爷爷给福宝一根超大号笋笋，福宝咬了一小块笋尖吃了起来。爷爷问到他味道怎么样，福猪猪点了点头，看来很合他的口味。吃完一小块后，福宝停了下来，小脑袋瓜里不知在想什么。过了一会，他把整根笋笋都剥了，可奇怪的是，福宝剥完后并没有吃，而是放在了自己的木床上。江爷爷明白了孙女的意思了，把笋笋拿给了隔壁的爱宝女士。爱宝听到是女儿给自己剥的笋后，立马转过身来，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感受到闺女福宝的爱意后，原本食欲不振的爱宝吃得格外香。江爷爷还替孙女说出了他的心声。
엄마한테 천일 동안 길러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하고 原来福宝早就察觉到妈妈怀上弟弟妹妹了。当初爱宝每天吃的很少，还是睡。江爷爷告诉福宝要顶替妈妈上全班。懂事的福猪猪也没有任何抵触情绪，一直在外场积极营业。有时累到不行的他就躲到树上睡会。被喜鹊吵醒后，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想到妈妈身体不方便营业，福宝还是乖乖下来给弟弟妹妹赚奶粉钱，并且从小家伙3天瘦了4斤，就能看出他有多敬业。下班回到房间后，宋爷爷还特意告诉福宝要安静。福猪猪也真的听懂了爷爷说的话，走路的时候变得蹑手蹑脚，生怕动静太大吵到隔壁的妈妈。一眨眼，那个从前经常惹爱宝生气的小福宝真的长大了。虽然自从爱宝怀孕后，福猪猪就从财阀公主变成了201住户，但其实2位爷爷对她的爱丝毫不减。到了下班的点，江爷爷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喊福宝回家，一有时间还是会亲自来喂孙女吃饭。 아이고 야구 잘 먹을 수가 없네. 자, 돌아와 앉아봐. 앉으면 하나요. 아, 연맥. 担心天气太热，福宝没胃口，2位爷爷还会贴心为他准备清凉套餐，不仅有竹叶冰碗，还有美味的夏日冰饮，而福猪猪也吃得很开心。只能说现在的福宝比以往更加幸福，不仅有2位爷爷爸爸妈妈的宠爱，还有多了2位妹妹的陪伴。真希望有爱温暖的宝家族永远不分离。江爷爷和宋爷爷终于实现了孙女自由，一人抱着一个小家伙，看着就满满的幸福感。 左边的是双胞胎姐姐，右边的是妹妹。姐姐看起来性格更加安静沉稳，而妹妹则显得古灵精怪。不知道长大后会不会和福宝一样是个废头子。由于是双胞胎，爱宝妈妈不能同时照顾，江爷爷只好挤了母乳喂给小家伙。而这还是跟中国王奶爸学的方法。之后他把挤好的母乳的送给二宝去吃。现在爱宝女士正在照顾大宝。回想爱宝生第1胎的时候，医生想要给福宝检查身体，艾女士却紧紧抱着孩子，怎么都不松手。最后分散她的注意力，还把仔仔拿出来。 现在爱宝已经对江爷爷无限信任，他知道对方一定会替自己照顾好仔仔。宝玉室内2个小家伙都睡得很香，眼前盖着被子只露出一条小尾巴的正是二宝。早在爱宝生产前，江爷爷就准备了荞麦做枕头，并且选用了非常细腻的布料，准备2大2小4个枕头，为的就是仔仔能在孵化器里舒服的躺着。过了一会，江爷爷把二宝轻轻放到手心，模仿熊猫妈妈舔舐一样给他清理身体，然后还给小家伙排了便。这时二宝已经迫不及待要喝奶了。 听着洪亮的叫声就能猜出，小家伙长大后8成是个捣蛋鬼。江爷爷在一旁学着他喝奶的声音喂给他，二宝努力地吮吸着奶嘴，这一幕不禁让人感叹小生命的美好。喝完奶后，江爷爷仔细帮他擦干净嘴。此时的爱宝终于休息一会，等到仔仔和妈妈见面的时间，江爷爷脱下隔离服，捧着箱子，经过多个房间，小心翼翼把宝宝拿出来放到爱宝面前。 江爷爷和宋爷爷则是守在闺女身边。此外，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官博还发了国内奶爸照顾爱宝双胞胎的视频。只见奶爸一双温柔的大手在给小家伙喂奶，中途宝宝吸奶吸累了，还知道休息一下。奶爸见状，赶紧把奶瓶里的空气排出来。有中国奶爸和2位爷爷保驾护航，2个小家伙一定会茁壮成长。爱宝女士也会舒心轻松地做好月子。福宝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姨姨们不知道的？表演新技能太空漫步，直接惊呆江爷爷。 고진 그만 오자. 고진을 하고 그래. 뒤 앞으로 그래. 并且能听懂韩语的他，还会给爷爷现场表演钻床底。 어떻게 들어가나요? 그렇게 들어갔구나. 그거. 一次江爷爷当着福宝的面表白爱宝，结果被火花孙女一字不落听了进去。 천이야, 이거 전이 가는 얘기 좀 해. 이거 못 들었지? 아유, 들었네. 이런 서운해 좋네. 只见福猪猪气冲冲跑到爷爷面前，一个翻滚把对方最爱的小树压倒，任凭江爷爷怎么呼喊，他都装作听不到。야야 나무. 앞불을 거기다 해. 而在技能学习方面，福宝绝对是顶级尖子生。这天，江爷爷把窝头放进了丰容玩具里，想让爱宝自己动手弄出来。只见他拿着玩具在手里转来转去，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拿不到窝头。艾女士心想太难了，最后只好放弃。吃货福猪猪看到后，立马朝着丰容玩具走去。一开始他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认真观察窝头的位置，仔细研究孔的大小。
然后不断调整位置，把两者对齐。终于找对位置后，福猪猪顺势坐到墙角，开心的拿起掉出来的窝窝头，同时抬起头，一脸骄傲的看向爱宝妈妈。只能说福宝这智商不去考个北大可惜了。此外，福宝还跟江爷爷学会人教版兔子跳爬树，跟宋爷爷学会独特的翻身下树，并且他还会创新下树后加了个功夫熊猫耍帅姿势。这天，江爷爷给大孙女送竹子，故意蹑手蹑脚，吓得福宝一激灵。于是小熊精福猪猪下次看到爷爷过来后，专门躲在木架后面熊熊祟祟搞偷袭吓唬对方。而宋爷爷曾给福宝做过一套竹子牙刷，并亲自给他示范刷牙方法。最后，宋宝问大孙女学会了没有，福猪猪点点头，表示根本难不倒我。接下来，福宝就有模有样的开始自己刷牙。虽然混世小魔王经常挖煤把自己弄成黑熊精，但福宝的牙齿可是超级白，想必这跟福猪猪每天坚持刷牙有很大关系。而作为顶级爱豆，福一真的业务能力也超强。看到有镜头拍自己，福宝立马自己戴上宋爷爷做的竹子眼镜，配合圣熙阿姨拍照。这天调皮的福宝爬到铁栏杆上，可等到想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没那么简单。福猪猪大脑飞速旋转，在江爷爷的提示下，福宝慢慢转身，最后在爷爷的一声声赞美和肯定中成功下来。一教就会，一看就懂，一点就通。咱就是说，福猪猪真的不是人扮的吗？现在的他估计就差开口说话了。看到熊猫妈妈为保护腹中孩子与对手殊死一搏，才明白世间的母爱能有多伟大。眼前怀有身孕的熊猫妈妈在和对手决斗中，不幸被击败，嘴巴和鼻子都被严重抓伤。但她现在顾不上疼痛，一心想的只有腹中孩子。半年后，雍严阁教授再次来到这里，发现让人惊喜万分的一幕。此时，熊猫妈妈已经顺利生下宝宝，母女平安。曾经那个狂躁的小女孩，现在变得沉稳又柔软。熊猫妈妈怕小家伙着凉，便一直用胳膊把宝宝搂在怀里，紧紧贴在自己肚皮最柔软的位置。为了让宝宝睡得安稳，她就一动不动，始终保持一个姿势，即便四肢发麻困倦不堪，依旧坚持着。在这位坚强母爱爆棚的妈妈身上，雍教授看到了熊猫家族生存发展的希望，于是他给熊猫妈妈起名春天，而怀里的小家伙名叫晴雅。母女俩就这样在野外相依为命，彼此依靠。但秦岭深处的环境复杂又危险，雍教授担心春天能否将晴雅抚养长大。一场暴雨过后，意外还是发生了。雍教授接到消息称晴雅被妈妈遗弃了，他赶紧飞奔上山，果然看到小家伙孤单地躺在洞里，而熊猫妈妈早已不知去向。此时晴雅才2个月，还没有自主生活的能力，如果她真的被妈妈遗弃，很快就会死亡。有工作人员建议把晴雅先带回基地富养，但雍教授相信春天不是不负责任的妈妈。这时他开始担心对方遭遇了什么意外。经过救援人员的合力搜寻，终于在离洞穴不远处的竹林隐蔽处发现了正在吃竹子的熊猫妈妈，能看出她真的是饿坏了。等吃饱后，春天立马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回洞穴保护孩子。可以说，熊猫妈妈远比人类想象的要尽职尽责。然而大自然对他们的考验远不止这些。这里生活着300多种野生动物，竞争十分激烈，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春天和女儿居无定所，一旦发现危险，他就会立马带着晴雅转移。很快，秦岭迎来了冬天，这对母女俩也要面临新的考验。由于寒冬食物匮乏，熊猫妈妈不得不冒险外出觅食。这时5个月大的晴雅就会乖乖到树上躲避猛兽攻击。日复一日，终于等到冰雪融化，熊猫妈妈饿得瘦弱不堪，幸好竹子都在疯狂生长，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这一刻，正如它的名字一般，春天万物复苏，到处充满生机。转眼间，晴雅已经2岁多，到了独立生活的年纪。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小溪旁，相互告别后，晴雅带着妈妈的爱，勇敢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域，在大自然中度过快乐又自由的一生。第一次在一只熊脸上看到了双下巴。现在爱宝的双胞胎女儿已经满月了，艾女士也顺利出了月子。肉眼可见，艾女士圆润了好多，尤其是和以前的照片一对比，差别明显。她的双下巴依稀可见，并且爱宝也比刚生产完也爱动了不少。以前她吃饭都是由江宝和宋宝来喂，就连喝水都是对方端到自己面前才喝。有次爱宝放了一个巨臭无比的屁，不堪忍受的江爸只好先出去透口气。即便美味的食物就摆在面前，爱宝还是一直眼巴巴等对方回来。心想没有江爸喂饭我就不吃。不得不说，爱宝是懂坐月子的。现在的艾女士完全可以自己进食了，但江爷爷还是一如既往待在她身边。这时爱宝就会放心把宝宝交给对方照顾，然后自己2只手拿着竹子大口大口吃。只见江爷爷用他那温暖的手掌，整个牢牢地拖住小宝宝，能看出爱宝真的是很信任最好的江爸。最后他把手轻轻搭在对方手上，一起照顾仔仔。以前爱宝就连去洗手间都会不放心地叼着宝宝，现在小家伙已经满月了，长出了很多小绒毛，可以自己调节体温。艾女士就会放心地把宝宝放在一边，然后安心地去上厕所。如果江爸在一旁的话，爱宝解决完还会在隔壁房间喝点水，然后再慢悠悠回来照顾宝宝。할아버지 오자마자 할아버지한테 애기 좀 봐주세요 하고 화장실 갔어. 쉬도 많이 했네 엄마가. 자 저기 쉬고 이제 엄마 쉬라고 물 마시고 가셨어요. 엄마 오신다.
엄마, 할아버지랑 잘 기다리고 있었어요. 할아버지랑 잘 기다리고 있었어요. 江爷爷收到爱宝现在食欲大增，于是又给他准备了窝窝头小苹果，还有鲜嫩的竹笋块。担心闺女营养不够，江爷爷还专门把营养剂掺在里面。也难怪艾女士吃的双下巴嘟出来了。现在两个宝宝身上已经完全褪去了粉色。福小妹的体重已经有1200克了，姐姐福大妹则是比妹妹轻一点，体重1100克。姐妹俩比刚出生时的体重重了近10倍，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幼崽。而为了方便给两个宝宝排便，江爷爷还专门搭了一个宝座。这天福小妹排完便后，调皮的江爷爷还给她摆出做宝座的姿势，能看出爱宝和双胞胎女儿都被照顾得很好，只希望两个小家伙能快快长大。吃竹子要一熊一口，随时随地都要贴贴。梁月和于贝天下第一好，原来大熊猫成年后也可以在一起生活。月月和贝贝就是最好的例子，两小指如今6岁多了还住在一起。按辈分的话，梁月应该是于贝的姑姑，但两熊之间的感情更像是好姐妹。有时梁月会拿着竹子跟于贝你一口我一口，并且一只吃的时候另一只就乖乖等着。月月会担心贝贝咬不动竹子，拿过竹子就咔嚓一口把老的咬掉，然后再把中间的咬断自己吃，最嫩的则是留给好姐妹贝贝。于贝每次也都乖乖等着对方给自己，拿到手后心满意足的大快朵颐。这天两姐妹正在坐在一起吃早饭，由于贝贝拿的那根竹子太长，直接给了梁月一个大耳刮子。有点后怕的她看到于贝又想拿起竹子，吓得赶紧伸手按住了。虽然梁月表面上还在平静吃着竹子，但能看出她后面吃的每一口都很愤怒。有时梁月也会撒娇躺在于贝身上，整只熊粘着对方怎么贴贴都不够。本以为是姐妹情深的戏码，谁料梁月竟是看上对方手里的竹子了。只见贝贝满脸写着无语，赶紧扯下一小点后，剩下的全给了梁月。恐怕此时于贝的心里一定在想，要抢就抢，撒娇算怎么回事啊？网友则是表示，根据多次观察，一般梁月摆出这死出，大概率是看上贝贝手里的竹子。这做姑姑的怎么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不过姐妹俩也会有扯头发的时候。最近梁月和于贝的院子里添置了新玩具，梁月一屁股坐里面示意贝贝推自己，没曾想也想完的于贝竟对姑姑大打出手。能看出梁月的战斗力明显不如小贝，几个回合下来她就直接败下阵来，到最后贝贝还没碰她，梁月就跟喝醉了似的自己摔倒了。真心建议馆长赶紧把这个摇摇椅搬出去，不然容易影响姐妹俩的感情。这天梁月和于贝贴在一起吃竹子，上一秒还很和谐，没曾想下一秒梁月直接咬了贝贝一口，然后还抢走了他手里的竹子。只见于贝一脸懵的愣在原地，回过神后立马生气的挪了个位置，心想我再也不要跟你贴贴了，并且小手还拿着竹子刻意一甩一甩的，像极了和好姐妹吵架生闷气的小女孩。不过更多时候两熊的感情还是超级好。当贝贝独自在一旁吃竹子时，梁月看到后径直走过去，本以为他是要抢对方的竹子吃，但月月只是咬了一小口就给了贝贝。果然天下第一好竹子就要一熊一半，金虎到底能有多话痨？我话，你看你竹子都扎哪了，给大人扎坏了。哎，你过来说好，我有用，可以看。主打的就是一个虽然没有用但必须要有。想当初金虎凭借话痨的属性，还登上过央视新闻爆火了一把。水白今天，白，好吃吗？还想好玩吗？好玩，多吃点咱们啊，下午接着调皮，好不好？有次奶妈偷偷把小鸡放在了门框上，聪明的大胡子闻着味就猜到了在哪，可拿不到的他就开始生闷气。我的好朋友在哪儿呢？奶妈见状赶紧给他拿下来。金虎看到后满心欢喜，把人家领到家里。金虎啊，你的好朋友，你和他好好玩，好不好？你把他领进去吧，你把他领进去啊！来，把你的好朋友领进去吧。并且大胡子还会给奶妈比心，这可爱的小模样萌化了一大批猫粉。来比心，来，果断比心，果断比心，来。当奶妈想让金虎夸夸自己的发型时，大胡子的回答实在是太好笑了。说我好看，说我的新发型好看。我咋你好？你这个熊孩啊！咱就是说这毛皮外套下面真的不是藏了个人吗？就冲金虎这直男回答，难怪讨不到老婆。虽然大胡子总是给人一种受害熊的感觉，但其实这小子却蔫坏得很。打不过飞云的他就去咬人家玩具报仇，被奶妈抓包后，金虎也丝毫没意识到错误。你今天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你是特意的吗？哎呦，你是特意的。你下次再不许给人家的玩具弄坏了啊！咱赔不起啊！
不服气，不服气！结果说我还有对不起，我是什么身份？我的实力摆在这儿了。众所周知，大胡子最喜欢的就是妙音啊，大虎就喜欢妙音哈，但是不行啊，你是当舅舅的。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向对方献殷勤。网友表示，从金虎的这个话痨程度，就能看出这小子绝对是个恋爱脑。不过可惜他都13岁了，还在打光棍。只因这小子虽然会说甜言蜜语，但在好吃的面前就变得六亲不认。这天大胡子非要抢妙音的竹子吃，被奶妈教训后，他还满脸的不服。金虎啊，你今天是不是从妙音家抢吃的了？你是把妙音竹子扛过来了？你不抢吃的算什么？我这小叔子，小叔能有小字儿，你是不是抢妙音吃的了？妙音的饭就好吃呗，别人家的饭就是香呗。好，明天让妙音挑你的，行不行？行了。这天奶妈给大胡子说要去北京看蒙兰，金虎还贴心给三太子选了个礼物。金虎啊，我要去北京啦，我要去看默默儿，咱们要不要给默默儿带个礼物？带呀，那你说带个什么礼物给他好呀？默默儿会喜欢球球吗？那喜欢绳结吗？就给他带个绳结好不好？给他赠个礼物，好宝宝啊！好。不过总感觉大胡子有点不情不愿。如果可以相信，他更愿意把飞云送给萌儿。历尽沧桑归来，仍是阳光少年。完美小熊萌兰究竟是多少猫粉的白月光？这天玩累的萌兰转身准备回家休息，没看尽兴的游客纷纷发出失落的叹息。萌兰听到后，即将踏入家门的脚停顿了下，随后又踏着欢快的步伐摇头晃脑跑出来。突如其来的惊喜令在场游客发出惊呼声，只能说萌儿是懂怎么拿捏姨们的，并且聪明的萌兰也知道粉丝喜欢自己，所以萌儿每次看向游客的时候，眼神里总是充满温柔，有种治愈人心的魔力。如此美好的萌儿怎能不让人心软软？而面对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季奶爸，萌儿还会像小孩一样跟对方撒娇，脸上带着小傲娇，抬起下巴示意奶爸摸摸，一人一熊间的甜蜜互动让人倍感温馨。此外，萌兰对其他小熊同样暖心温柔，面对最爱的美味笋笋，她也会毫不犹豫让给妹妹们。这天，萌兰爬到铁网上，发现有2根笋笋，于是她立马招呼隔壁的萌玉、萌宝来吃。萌儿用小手指着上面，告诉妹妹有笋笋。萌玉半信半疑爬上去后，果真寻到美味。看到妹妹吃到笋笋，萌兰又去提醒萌宝，在她卖力引导下，2个妹妹都成功拿到笋笋。另一边，萌兰高兴的像自己吃到了似的，只能说越了解，就越会发现萌儿完全就是天使小熊，哪怕是再小的生命，萌兰都不忍心去伤害。先前有只小野猫误闯入她的院子，还偷喝了萌儿的水。萌兰不气不恼，隔着玻璃窗偷偷看小猫，生怕动作太大把小家伙吓跑了。但奶爸担心流浪猫身上会携带病毒，便把小猫抓住装在笼子里。听着小家伙害怕的一直喵喵叫，萌兰在另一边急得上蹿下跳，试图阻止。徐老爷无奈只能在踢走笼子前，掀开盖在上面的布让萌兰看一眼。萌儿看到小猫好好的，这才放下心来。如此细腻温柔的小熊，谁能不爱？此外，重情义的萌兰还收获了许多小鸟朋友。当奶爸把萌儿的窝窝头放到木马上后，萌兰会先跑到铁王座上吃竹子竹笋，把窝窝头留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小麻雀们。等到小家伙都吃饱了，再去吃剩下的窝头。在萌兰长时间的暖心投喂下，院子里的小麻雀被他养成了肥嘟嘟。不仅如此，好脾气的萌儿还会任由乌鸦欺负自己。不知乌鸦是不是从小鸟那听说萌兰友好，竟3天2头跑到院里薅萌儿的毛。被薅疼的萌兰顶多只是回头驱赶一下，然后继续安安静静趴在木架上。如此可爱的小熊，值得这世上一切美好。愿萌兰熊生平安顺遂，喜乐无忧。别的小熊出名靠整活，奥利奥出名却靠各种奇葩外号。奥利奥，奥丁干30年，在汉姆沙老总裁，带在母马蛙尾成长，身作空魔无国熊，老干不过来。奥利奥从小就拥有一张标准的16:9宽屏，也造就了他熊生最为经典的卡头事件。只见奥利奥小心翼翼把屁股从栅栏里挤过去，随后大半个身子也都很顺利的来到另一边。没曾想这小子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大头，可怜的奥利奥就这样被架在围栏上，后悔不得。美奶妈闻讯赶来，看到这一幕哭笑不得，最后只得来到头这边把奥利奥拽出来。这难道就是头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的原理吗？此次事件也让奥利奥彻底名声大噪，但没人知道这对小家伙的大头和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后来奥利奥带着弟弟妹妹升入谭爷爷的幼年班，虽然他用娘娘掌和大批神功稳住整个幼年班的治安，成为邋遢老大哥，但其实奥利奥本质上是个实打实的战五渣，不仅被成队按着爆锤，就连小苹果也经常被抢，有时好不容易抢到圆润手里的一根竹子，可小狗愣是掰开奥胖的嘴让他赶紧吐出来。
这哪里是竹子，这分明是狗狗的尊严。有时奥利奥会化身修脚师傅啃淼淼的脚，淼淼非常无语，试图推开奥胖哥哥，谁料奥利奥啃脚上瘾，直接体重压制妹妹。而他不仅啃脚，还会偷偷品尝自己产下的青团。不得不说，奥利奥的口味属实有些清奇。此外，奥利奥从小就是个喜欢美女的双标小熊。打工时遇到小男孩，他总是爱答不理的，心想赶紧拍我，还得赶下一场呢。而看到美女一时，奥利奥直接化身痴汉，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还伸手搂对方的腰。不得不说，奥利奥是懂区别对待的，但他也因此赚取了熊生中的第一桶金。此外，奥利奥作为哥哥，经常照顾妹妹，小年纪就有丰富的待宰经验，有时会用自己那16:9的宽屏大脸拖着圆润妹妹，方便她爬到更高的地方。没多久，奥利奥和圆润淼淼搬家到都江堰。奥胖意外发现这里矿产资源尤为丰富，有商业头脑的他直接原地创立奥氏煤矿集团，带领圆润淼淼开始挖矿发家致富。挖煤三巨头经常搞得浑身上下黑不溜秋，好在奥氏集团成功上市，并在海内外开启分公司。如今圆润淼淼摇身一变成为白富美，还有了孩子。唯有奥总不忘初心，坚持奋斗在挖煤一线，甚至有网友直言10年了都没见过他白净的模样。或许正是奥总每天沉迷挖煤搞事业，以至于他都11岁了仍是个单身钻石王老五。不知未来的日子奥总又会有哪些外号呢？盘点大熊猫妈妈带娃的悲催瞬间，只见青瓷化身 Tony 帮英华妈妈做马杀鸡，华妈妈边喂奶边护住自己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毛，内心崩溃，怎么没人告诉我奶娃还要防秃顶？而二顺妈妈只是想当个吃瓜群众都能被误伤。这天艾姐和烂背心鱼可又开始 battle， 二顺不仅没阻拦，还悠闲地躺在一旁观战，结果下一秒可爱兄妹就把目标转移到老妈身上。只能说吃瓜需谨慎，勿要离太近。怡然妈妈则是时刻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只见她对闪电小优又搂又抱，简直亲不够。可当她慈爱的弯腰想捡起摔倒的宝贝时，大脸却不小心对到闺女臭烘烘的屁股上，被熏到怀疑熊生的怡然直接一脚把娃踹开。而怡然的妹妹一唱同样有点母爱的男人，有时唱妹会跟孩子玩骑大马游戏，然而路过门洞时一唱却忽略了高度，导致背上的熊猫宝宝直挺挺撞上了墙。不过要说熊猫界带娃最壮观的场面，当属陈思源妈妈一拖六，每次出门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堆熊孩子，像极了黑帮大佬带着一群没断奶的小弟炸野。尤其给他们喂奶时，思源妈妈差点被炸开。好不容易有时间躺在木架上思考熊生，没眼力见的熊孩子又来瞎胡闹，气得陈思源妈妈咧咧小嘴不停叭叭，下一秒就极其不耐烦地抽开手，表示别逼我在最放松的时间抽你。而小丫头妈妈更是坑娃的一把好手。这天小新躺在笋筐里悠哉悠哉吃着笋，馋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的小丫头急坏了，一向温顺的她突然暴怒，抓着笋筐往栏杆上哐哐撞，吃瓜群众轻轻吓得立马撒丫子逃跑。可坐在笋筐里的小新依旧不为所动，这下小丫头更加气愤，直接用力把笋筐掀翻，笋散落一地。果然母爱在美食面前不值一提，而少女时期能躺着就绝不坐着的六水公主，当了妈之后天天被熊孩子气到跳跳。有时淼淼躺在木架上悠闲小憩，享受午后时光，却被杀风景的润九一脑袋顶下去。六水公主起身抬起熊掌就想教训熊孩子，结果下一秒就被力大如牛的润九一把扑倒。淼淼气得炸毛跳脚，却又无可奈何，毕竟谁让自己嘴馋欠闺蜜圆润一个小苹果。而六水公主自己生的娃更加活泼好动，不仅经常把她当成垫脚石踩来踩去，还完全不听淼淼的警告，坚持爬危险的木脚。六水公主气得捂着脑袋晕倒在地上。果然谁养娃谁崩溃。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妈妈带娃去世呢？